就它这边就是要发布一个新的 OLED 的无线电视，然后它非常的神奇哦，它待会会展示说它的电视跟它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继上回呢，我们讲了一下三星它在这个2023年 CES 展所发布的这个 Micro LED 的影片。那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 LG， 它在2023年 CES 展上面，它也同样的发布一部影片哦。那可能很多观众会问说，三星其实它 CES 展上面还有发布另外一部比较长的，就是在讲一些关于品牌啊，关于他们接下来做什么事情的。那为什么没有讲三星的话没有讲那一部长的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三星内部的话就跟 Sony 一样，他们在 CES 展上面其实没有很着重在产品本身的相关的服务方面，所以就没有讲那么多了。那 LG 的话，我觉得它跟产品本身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这个就是新品上面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的，所以我们就会带大家来看这样子。那这次的话，当然其实 LG 它的影片非常长哦，我记得有40多分钟。所以像去年我们是直接把全程都收录下来了，但是后来想说这样的确是有点太长，所以这次我们会稍作剪辑一下，我把一些我觉得可能不重要的片段，我们就让小编把它剪辑掉咯。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 LG 他们的整个发布会吧。LG 它每次这整个的影片，我是觉得都做得还蛮用心的。然后特别要讲就是说，其实在Sony、LG 还有三星这3家里面 ，LG 是唯一还有做这个 CC 字幕是有中文的，就这点真的是要好好的鼓励一下这样子。Good morning, everyone. 这次去年的 CES 展其实发布的时候是找了一个。我记得是娱乐部门的跟显示器部门的一个老大，那这次不一样，这次就直接请来这个 LG 集团的这个 CEO 直接出来为大家就是打个招呼这样子。然后接着就要介绍一位这个非常新的伙伴，也很重要的伙伴，派拉蒙影业的这个是。也算 CEO Tom Ryan。那其实这种地方就是，我觉得算是一种商业性的支持啦。其实现在大企业都很重视所谓的环保，当然重视环保跟赚钱有没有相关？我觉得也是有相关的。你看他们现在在欧盟在推行所谓的全世界推行所谓的碳权，就是你制造东西不可以用太多的碳排放，甚至以后每个国家的碳排放每年的都是有配给的，你不可以超出你的这个碳排放的量，管制的量。如果你超出了，你就要跟那些其他的，假如说不太使用这种碳排放的国家去购买所谓的碳权哦。所以我觉得大企业重视环保，当然这是对地球的一份这个所谓的我们是人类嘛，活在地球上，这是该尽的一份义务之外，其实大企业他们都随时在布局，说万一以后这种假如说大的国家，美国啊，或者是欧盟，他们越来越重视这种环保的概念的时候，甚至禁定出相关法规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超前在前。其实大家看这种CES 的展览呢，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很多的那种产品的细节？就我以前我也是想说奇怪啊，怎么都没有讲说一些讲电视啊或什么细部的细节。但其实实际的状况是，这种展览它对的是更多的这种可能是记者。那其实他们的产品都已经摆在现场，如果你要看产品细节，现场都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经理，然后还有产品就实际的在现场让你去摸去比较。所以也许他们觉得说，在这种算是对全球的发布会上面，他们更多要讲的是企业未来的方向，或者是说他们要传递的什么样的概念。所以他讲就是会是一个很，也许有人会觉得是很空泛的，但是它就是它内容会跟一般我们想象的产品发布会会是蛮不一样的。好，那接着就是应该就是重点，他10年之前他说他们创造这个 OLED 电视，
接着他们应该就在讲一些新的产品。然后这边大概会秀出一些 LG 对他们的，应该说比较有趣的这个或重点的 OLED 产品。他这边讲说就是世界第一台非常薄的这种 OLED 电视，世界第一台的可以卷的 OLED 电视，它刚刚就是从一个那个箱子里面像地毯一样卷的翻出来。好，那这边就是在讲说他们有第一个可以这种有点算是弯曲角度可以调的曲面电视，然后接着是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的无线 OLED 电视，这也是今年的一个重点，我觉得非常神奇的电视。他说10年过去了，那下一个10年让我们期待这样子。他讲说就是电视，就是在下个10年，他想要电视再次改变在家里面的这个角色，这样子，就不是只是一个显示器。他这边就讲到新的一个 LG 电视的重点了，就是以往大家会看到说校色，就是追求一个标准的色彩，但是他们这边开始在讲说，你以后可以透过这种智慧的设定，它透过一些 AI 演算法，让每一台 LG 电视呈现的都是你喜欢的颜色。那这我们大家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这边直接中断一下好了。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也许常常看到网络上讲说买电视什么会强调什么色准啊，会强调它的什么颜色精准度啊。然后 LG 它这边刚刚讲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在未来它会透过像是一些 AI 的演算法，然后你使用者你可以去选，假如说他刚刚就有做范例嘛，假如说有一个那个小海报，还有6种不同颜色的小海报，然后让你选2个，然后它好多种图片让你都去选2个你最喜欢的颜色。那经过这样的选择之后，它经过一个大数据晶片的演算，它要知道说你是喜欢什么样电视是怎么样发射的这样子。那这时候就会有人问说，那这样不就跟所谓的这种标准色彩，就是这种理念是大相径庭的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吗？坦白讲，我对于目前呢，我对于校色的这种颜色的标准化，我的想法是说，其实校色或颜色的标准化。这个东西其实它大部分应用的场合是会在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阶段。怎么讲？假如说我们频道就是我们公司有剪辑的弟弟，那有时候他做所谓的封面图要给我，或者是要给老板，同时或者是公司的其他人看。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看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手机嘛，所以有时候会发生的状况就是，我觉得这个弄出来的封面图，颜色，假如说黄色太黄了，但是老板可能觉得黄色太浅了。那剪辑弟弟可能觉得黄色刚刚好，就是我们这3个人我们在远距离沟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张照片。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萤幕它的颜色都会稍微有一点差别，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校色或者说颜色的标准化就非常重要了。你想想看，在电影制作的产业，假如说你今天你外包，好，我剪辑，我给了3个人外包，那这3个人外包，我还要请他们调色的话，你就想想看，3个人他都用的不同的萤幕，然后他们各自这样用电话去沟通，你知道那个会有多可怕？就是你一个电影，这个都是几亿元的这种预算去做出来的东西，它不能容忍说你剪出来片段 A 片段 B 片段 C 片段颜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大致上他们都会使用着一个所谓的标准化的萤幕，就是它有经过严谨的这个校色的流程，确保他们假如说你看到他们设计师常常会有对这种色卡，他们会拿好几种这种 Pantone 的色卡让你对说，我要帮你刷你家的油漆哦，那你家油漆我会刷这个颜色，然后跟你确认这样子。所以不管是色卡，不管是这种校色器，然后校准出来的萤幕，他们都是要追求一个你在工业生产上你必须所要遵循的一个规则哦。但是你说这个对家用一般民用使用者来讲有没有差？我觉得消费者更多他是在乎的说电视能不能呈现他所喜欢看的一个色彩哦，就是颜色标准色或者是标准的这种颜色，对大家来讲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关心的点啦。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继续哦。
For an immersive game, your screen curves. 哦，他就想说，你要更方便的看电影，就是会有这个闺蜜机，它有具有发布闺蜜机。那如果玩电动，你有那个很大的那个曲形的荧幕，还可以调那个曲率，然后还有透明的 OLED 电视，我觉得这个也很炫。当然，其实3-4年前我记得 LG 就发布过了吧。哦，他这边讲说，你可以去跳一些瑜伽或什么的，你可以对着电视上的动作去学习。但这个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比较少人会用啦。Especially for our planet, LG screens are developed, produced, used, and disposed of in ways mindful. 他这边讲说啊，这个 LG OLED 电视的生产都是就注重环保。LG screen makes it fit for everybody. Sync to you, open to all. LG screen. 我这边就要开始讲它的一个新技术了，就它这边。就是要发布一个新的 OLED 的无线电视，然后它非常的神奇哦。它待会会展示说，它的电视跟它的我们一般电视不是都会做一个所谓有的会像三星它会做所谓美型极限器嘛，其实就是把电视里面的主机板整个都把它抽出来，让电视可以做到非常的薄。那但是你的三星的美型极限器跟电视中间还是要有光纤线相连。那现在 LG 它做到更扯的事情是说，它让那个极限器跟电视中间直接变成无线的了，然后这边待会就会公布。A screen, a device, no hidden connections in between. LG's first OLED TV with wireless transmission. Hey, Punita. Hi. Everyone, allow me to introduce you to my friend and artist, Punita Bajaj. I've asked her to come to help us this morn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It's such an honor to be part of this incredible unveiling. You know, we're so proud to introduce to you this 97-inch OLED TV. It's the world's first consumer TV to offer 4K 120 Hz video and audio transmitted wirelessly through the Zero Connect box. This box houses all the circuitry so it can send the audio and picture signals right to the television. Yeah, it is pretty incredible, and it's also seemingly easy to use and install.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视等到发布之后，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为大家试一下，就是无线的，大家一定会担心说它的延迟会很夸张。它现在就是说它插一个，我记得它插一个随身碟吧，然后就直接播放它随身碟里面的影片。Oh my goodness!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my art on a screen. 但是播放影片其实有延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只要让声音跟影像是一起延迟，它看起来就还是会是 OK 的。那如果要说到玩游戏的话，这种更要求即时性的这种需求，我相信这台电视应该还是会比较不适合啦。希望它到时候来台湾，我们有机会为大家来试看看。Now, with this transparent screen, oh, sorry, my apologies. Now, of course, 它现在还展示了一个，应该说，其实他们3-4年前有展示过新的这种透明的 OLED 萤幕，但是在今年看起来呢，他们的彩度，以前这种透明的萤幕 OLED 萤幕，它会有个问题，就是它的鲜艳度、它的彩度很不鲜艳，就你看起来就觉得那个就是那不叫电视。那看起来今年他们帮这个透明的 OLED 电视的整个鲜艳度又再升级了。Yeah, you know, Frank, I gotta say that. 那我觉得这种萤幕很炫，就是它以后可以做类似像那种未来战争，你看那种战争电影常会有那种战情室嘛，他们常会有那种就是各种战略的资料从那种前方跳出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种透明的 OLED 电视也可以做到像这样的感觉。然后现在他们讲说 ，LG 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它的游戏的解决的方案，我看一下。哦，就是他们的曲面的萤幕啦。OLED Flex has the capabilities and the 他讲说他们有一款电视叫 Flex。那 Flex，
它这一款 LG Flex， 它可以做到是说，一般的曲面萤幕，它没办法去调整它的曲度，就是它弯曲的程度。但是 LG 这款曲面电视，它可以调整它的弯曲程度，而且它支援的，你看它支援这种VR、ERC， 然后超快的反应速度。这台 LG Flex， 也许我们这个月或者下个月，我们就会拿到测试的这个样品了。到时候我们也会帮大家用 PS5， 用游戏主机帮大家来试玩一下。The whole experience. So you can't get out of the couch. 他讲说他这边就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它的萤幕的曲度。That's awesome. Right. 他讲说玩游戏可以调整成曲面嘛，可以调成曲面电视。那你看电影的时候，就把它弄成平的这样子。LG TVs will be one of the first to support NVIDIA GeForce Now at 4K resolution. 然后它现在要支援所谓的 4K 的 GeForce Now。那 GeForce Now 它就是一个 NVIDIA 所创办的，它有点像是它有一个大的这种量子电脑、运算型的电脑。然后你玩游戏，其实你都是在那个电脑上面去做算图，然后你只是下指令给那台电脑，然后那台电脑再把你下完指令弄好的游戏画面传给你这样子。但是这个 GeForce Now， 我看一下，它这个 OLED Flex 还可以做到这个240赫兹，0.03 ms millisecond 的反应速度。那应该就是它的240赫兹，不知道是不是4K 的啦。如果是4K 240赫兹，那就目前的确是这个电脑来讲，真的是规格真的是应该是首屈一指的，非常令人期待。那我们刚刚讲到 GeForce Now， 它就是一个类似像云端游戏的服务啦。那也在今年，我记得 NVIDIA 宣布说，他们每个玩家的显示卡又更升级了，那个程度就是像是现在是3060 Ti 吧。之后我们也会帮大家测试一下 GeForce Now 的使用程度。然后这边要讲说，他说因为新的一个 LG 的 Alpha 9的第6代的晶片。那它让它的一个，当然画质变好，它一定是要讲的吧。那第二个，他讲说它的亮度也提升了。A feature that will make LG OLED Evo G Series TVs up to 70% brighter than conventional OLED TVs. Well, Frank, I noticed that there is a new approach to. 他说，他这边很巧妙，他这边说比一般的 OLED 电视提升了70%的亮度哦。就他不是说前一代，而是说比一般传统的提升了70%亮度。其实 LG 现在我觉得它面临 OLED 电视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三星的一个所谓的 QD OLED 电视。QD OLED 它目前三星是解决了所谓的亮度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让 LG 他们也知道说。这个 OLED 电视呢，未来一定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个挑战者，那要怎么样去克服？我觉得这也是 LG 现在应该也很焦急的一个问题啊。Concierge feature, LG TVs can mak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your past inquiries. What is trending? 他这边讲说，它可以针对 AI， 可以针对你去做一些内容的推荐，这样子。That's so convenient, and we all know that. 这个是有点像是 LG 电视它的这个，他讲说它的 OS， 它的作业系统可以做的事情。这边他就是要再度去讲说，当然电视的原本色彩就很好看了，但是它添加这种个人化的设定，它叫做这个 AI Picture Wizard。它就是你选一些你喜欢的图片，然后它就可以看很好的，就是这个图片呈现出来色彩就是符合你的偏好。那你之后你再看这些，假如说他现在讲说有这个 Apple TV 啊，什么 HBO Max 啊，你都可以看这些影集，然后在你刚刚选的那些颜色上面、偏好上面去做观赏。他接着可能要讲所谓家电，因为他现在请了这个 Alyssa Baker， 他是一个家电的部门。他这边讲说其实他们的 ThinQ App 也出蛮久的啦。
其实我觉得 LG 他们整个从我电视的 App 去体验上来讲，我觉得 LG 的 App 真的写的是跟其他厂商是完全不同水平的，那个整个顺畅度跟反应速度都是很好的。To keep your appliances running optimally. And now we are introducing a new benefit. An upgradable option that allows products to deliver personalized performance to suit each customer's lifestyle. 但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有点像是口号啊，就是赛亚人变得更强，就是超级赛亚人这样子。那 ThinQ 变得更强，就是 ThinQ Up。哦，他这边就有讲说实际的一个应用，就是讲说，假如说你有宠物，你可以让这洗衣机去下载一个宠物清洗模式。就是原本洗衣机是没有这个模式，但下载之后，你的洗衣机就会有这个模式，它可以洗衣服，可以把宠物的毛发洗得更干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的讲解。那但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希望有机会可以为大家试试看的。So we followed 4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lives and watched them with their LG ThinQ Up.Let's take a closer look. 这边就说他们追踪了4个家庭怎么去用这种LG家电改变，但我觉得这种就是4 different places. 很广告式的啦，他绝对不会找4个那个。With the help of LG ThinQ Up, we're ready to step up. We are ready to clean up, Grow up. Shape up. and glow up. This is life on the up. We're building our dream home in the country. But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balance our busy lives in the city with the task of building a home from scratch on the weekends. Living 2 lives means double the workload. We're a big family and we lead very busy lives. Our kids are always leaving stuff around the house. I feel like I'm cleaning all day and then. 我觉得他这边主要在刚刚讲说那种智慧的家电，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于说各种使用的模式，它变成可以去下载。他们可以收集，假如说他们有数据，他们可以收集各种不同国家或是各种地区人的使用的习惯。那甚至它可以做出统计，那怎么样的去洗衣服，就所谓大数据的统计，怎么样去洗衣服，甚至怎么样去保存食物，它可以什么样的温度，那在哪一些国家他们会更好的去做到更完美的家电的表现。我觉得这才是会是一个家电的重点。就像以前他们的他这边就在讲说他们各种LG的家电有洗衣的不是像这个洗碗机，然后这个大的冰箱这样子，然后还有电子衣橱、干衣机。The dry size can be done in 5 minutes. Oh, nice. I love all the remote features because I already have. 然后这边先讲的是说，它的 App 里面有所谓的剩下的时间啦。可以客制化萤幕，你可以让这个洗衣机或干衣机的萤幕呈现不同的这个色彩。Man, I'm super proud of my family and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They've stepped up. I'd fallen out of love with the place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our forever home. Now I feel like our house is complete. Not only has LG ThinQ Up helped us optimize our time, it's really improved our life around the house too. So what's cool is 他说你可以用这个 app 去，假如说晚上有时候你开冰箱那个灯超亮的，然后你眼睛就会觉得很刺，它可以调整亮度。那这边讲说它可能有一些个人化的模式或什么可以更新啊，那我觉得这个就要实际举例出来，比较有说服力。Make it more customizable for us, makes it our kitchen, makes it our laundry room. It makes it more about what we want. Life is looking up. 他这边讲说这个 Mood Up， 他讲说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的旗舰的这个是冰箱，它可以去改它的这个外观，可以不同颜色这样子。我觉得之前比较有趣的是看到三星的，他们是摆那个全家福。就我觉得那种就真的是蛮有趣的。In the color collection, you can easily change the color with each door. The 4-door French model allows you to mix and match between 190,000 different color combinations. 他说可以换19000种颜色，是真的蛮炫。哇！他说他的冰箱还可以播音乐，就是要怎么讲？这就是一个有钱人朴实无华的冰箱。
course, we didn't forget our LG 然后他说这个还可以呈现它的 Pantone 色卡的2023年精选颜色 Magenta。And with Craft Ice, take your entertaining to the next level with slow melting round ice balls. 特别要讲的是，其实今年的敲敲门系列新的啊，还有多冰球的功能啊，所以爱喝这个酒或调酒饮料的朋友，一定要考虑看看这个新的 LG 敲敲门冰箱。A space that has not only become more organized, but much more versatil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o upgrade your closet, we are introducing the LG Styler Shoe Case and Shoe Care. LG Styler Shoe Case is a new concept. 它推出一个新的这个 LG 的电子鞋柜。Proudly showcase that pair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with customized lighting and a turntable.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innovation, the LG Styler Shoe Care. It uses that same STEAM technology in our original clothing care system, LG Styler, on your most loved shoes. It is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sanitize and deodorize your shoes inside and out. 看起来一个是一只就只能装一个鞋子的电子鞋盒，一个是可以装比较多鞋子的电子鞋柜。我觉得这个应该对爱运动、爱打球的朋友应该就会很有帮助，因为像我以前就是学生时期很喜欢打球，那个鞋子回到家都超级臭，然后放到这种鞋柜里面，我觉得说不定它就可以很好的就是照顾鞋子。他说他的空气清净机可以当一个桌子的功能，然后还有各种，还可以当无线充电盘，然后还有灯光。它的这个空气清净机 Precare 系列要出一个这种有碗盘功能。来讲说这个新的这个空气清净机 Aero， 它是由这个回收塑胶制成的，很环保。这边又回到他们这个LG的总裁哦，讲说他这个科技的创新就是要给各位带来更好的生活了。那其实这边应该就是做一个结尾了。但坦白讲啊，如果要说这种，我觉得不管是宣传或什么的 ，LG 真的做的算是最好的啦。因为像他去年 CES 展的影片，也是整个那个他租了一个超大的摄影棚来录。这边应该好，其实这边整个影片就结束了。好，那我来总结一下今年 LG 的 CES 展，我觉得几个比较看点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世界首个这种无线传输的 OLED 电视。它就是说以前你都要有一个那个电视，他们不是说电视有背包吗？还是有包包，就在电视后面有一块凸起去做所谓的它处理一些讯号或什么的。现在它可以做到无线的话，就像那个三星的美型电视，它可以把电视盒独立出来了。你以后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就是你所有的那种什么 MOD 啊、Switch 啊，都放在一个所谓可能是放在你沙发的后方，或放在机柜里面。然后你在正前方，你的假如说你是大理石墙，或你的正前方台面，你是可以整个空荡荡的，都是不要放任何的东西，然后很简洁，就有一个大尺寸的 OLED 电视。我觉得这个是令人非常期待，而且它无线传输可以做到 4K 120帧的画面。就是如果因为他这么讲，其实他们一定是有想到说，如果玩游戏的人，因为 4K 120帧在现行或在未来的3到5年内，那都是游戏需求的人才会比较需要的功能。所以既然他们推出来，肯定是有想到这种延迟的支援度，就是他玩游戏肯定效果一定很好，他们才会推出来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可弯曲的这个 OLED 电竞萤幕。第一个当然是它的规格上面来讲，它可以做到240赫兹，我觉得如果是 4K 的话，那也是一样非常可怕。第二个是它可以做所谓弯曲，就是你可以适应每个人不同的，假如说每种游戏不同的视角，那或者是假如说你在看电影、看影片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弄成平的这样子。我觉得这种可变的弯曲度的 OLED 电视 ，OLED 它算是电视或电脑。我觉得现在电视电脑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啦，所以这种42寸在以前可能是电视，但是在现在它就是可以当做你有一个电脑萤幕这样子，所以这个 OLED Flex 我也觉得非常期待。然后这款电脑
我们刚刚有讲，就是我们可能会拿到，然后如果拿到，我一定第一时间帮大家做个测试这样子，因为我本身也是非常爱玩游戏。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 OLED 的透明萤幕，透明萤幕，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概念性的产品啦，短时间应该我觉得离实用的时间应该还蛮长的。那后面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他们这个，我觉得新的这个 LG 电子鞋盒应该是很多你爱运动的朋友、爱打球的朋友，甚至你很爱收藏鞋的，像很多人他很喜欢收藏那种什么 Jordan 鞋或什么，但他们摆的时候，就他们的那个整个摆的空间都要就是要控制湿度啊或什么的，那有时候不好弄。但是我看一下现在这个 LG 的电子鞋盒，它还有可以装单个的，就是你有很贵的鞋，你可以装一个的，然后还有灯光或旋转可以做展示。那假如说你是有很多双球鞋，就你常运动你要换鞋穿的，你可以买多个装的这种 LG 的电子鞋柜。那我觉得这也是令人瞩目的。还有什么东西我觉得看完这个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我觉得就是 LG 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智慧校色的功能，就是在未来的电视的走向，它会变成说越来越个人化，它会真的是每一个电视都呈现你最喜欢的色彩，就是它都是独一无二的电视。好了，那其实今年的 LG 的 CES 展影片就到这边了，明年应该不出意外，他们的新的 OLED 应该叫 C3 跟 G3 啦。他刚刚有说这个 G3 比传统的 OLED 电视又亮了 70% 嘛，我觉得今年的这个 OLED 电视的竞争真的是非常精彩，因为新的这个三星的 QD OLED S95C 出了。其实 Sony 的 CES 展影片我们也要录啦，只是我在想说是要讲车的那一部，还是等它后面电视发布我们再来讲一下。那有任何想法的观众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留言哦。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到时候有新的 LG 电视产品，我们会第一时间帮大家开箱哦。喜欢我们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Alan， 拜拜。